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派 TV。今天是纽约时间7月25号，星期六。人民币对美元的兑换率是7.04兑1美元，人民币发生了一些暴跌。那么现在根据市场上的这个研究发现那么吸烟或者吸电子烟的年轻人他们感染新冠肺炎的比例急剧增加。那么吸烟呢，是导致新冠肺炎感染者出现重症的最常见的因素，即使是健康状况良好的人呢，包括年轻人，也出现了不成比例的增加。研究发现呢，对于年轻人来说，吸烟可能使这个确诊者住院入加护病房，甚至死亡的可能性增加1倍以上。对于本身有其他风险因素的年轻女性来说，吸烟呢可能使上述的可能性增加1.5倍。那么大部分的年轻人呢，他们自己都不认为自己会有罹患新冠重症的风险。那么对于医生来看呢，那么吸烟呢会造成如此高的这个风险感染呢，也是感到震惊的。所以呢，目前最大的警告是，年轻人，如果你在吸烟，包括是一般的烟草或者是电子烟，都会极大的增高你感染新冠肺炎导致重症的原因。最近确诊新冠肺炎的18岁到29岁的年轻人呢，比起疫情初期呢要多很多，其中14%的人需要住院治疗。这个年龄层的人呢，从4月中旬到6月底的住院率呢，激增了299%。为了了解年轻人面临哪些风险呢，这个有个研究呢，他进行了一个对8405名18到25岁年轻男女他们的医疗数据的研究。那么研究人员呢，是列出了 CDC 定义的风险因素，包括了心脏病、糖尿病、哮喘、免疫系统疾病、肝病、肥胖症和吸烟。另外呢，还在烟草和雪茄中他加入了电子烟。因为之前的研究指出，电子烟呢也会对肺部造成了损害。那么通过这个研究发现呢，18到25岁的新冠肺炎的这个确诊者出现重症的几率是32%。但当吸烟者被排除在外的时候呢，这个群体的重症风险呢立刻降低1半，代表着吸烟呢确实能增加年轻确诊者住院或者死亡的可能性。研究人员呢还分析了这一群人的这个性别、种族、收入和健康的保险，与风险因素进行比较，他们发现男性因为吸烟人口较多，出现新冠重症的可能性呢高于不吸烟的女性。尽管这些女性呢可能因为患有哮喘、免疫系统疾病或者是肥胖症，也是比较容易感染新冠病毒的群体。大家都知道，现在回中国比较麻烦，多数人想要包机。那么这种包机呢是属于私人飞机那么最近呢，很多中国大款他们在这个美国他们去订这个包机呢，所谓的订包机呢，就是你要去这个私人的包机的这个机场，然后事先呢你呢要订好了座位。这个所谓的包机呢，不是说你一个人全部包掉。那么对于包机业者来说呢，他们都是很礼貌的等待手势的客人他们已经定好了航班的飞行的时间，但是有的时候呢，时间还是比较灵活的。所以对于客人来说呢，包机的好处呢，就是时间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想什么时候飞什么时候飞。客人可以坐在沙发上，有工作人员呢来为他办理登机手续，然后呢，他只要走几步呢就能上飞机。我只是在美国飞机上有专门按照他口味准备的红酒、牛排等美食，10几个小时以后呢，他就能落地入住到自家的酒店或者是家里了。那么这个如果你要是做包机的话那么价格是多少呢？那么作为中国的这个富豪如果他们在美国想返回中国的话那么普遍的人感觉呢是回中国比较安全因为中国的这个新冠肺炎的症状它控制的比较好，所以呢很多的人他原来是买了中国的这个飞机的商务舱，然后呢他们又不想和几百人共享一个空间，所以呢也同时想减少机场人流混杂的这个感染机会，所以他们就包机了。因为包机公司还把核酸
检测试剂送到他家里，一般是1-2天内呢，检测结果就会出来。包机的价格啊，现在是每个人呢是24万到25万人民币，约为35000美元。4个人呢，如果加在一起呢，大概是花100万人民币。这个价格比平时当然贵一点了。但是疫情呢属于非常时期，所以如果你家里有小孩有老人一起回家，为了安全，还是包机比较值得。当然，包机公司呢，它会给你提供一些内部的介绍啊，包括这个14座的飞机啊，只坐5个人啊，比如空间比较宽敞，人员也简单。然后呢，虽然有的时候你还是要在包机上戴口罩，所以你就不需要穿你自己准备的防护服了。在疫情期间呢，选择从包机服务的，包括在美国国内和美国到中国的包机服务呢，多数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客人，其中呢也不乏名人显贵。整架飞机的包机价格一般是在30万美元左右，有的客人呢是一个人或者一家人的包下整架飞机，目前中国还是比较少。多数呢，它包机呢也是按座位出售的，通常一个座位需要3万多美元。全程服务包括核酸检测、机场接送、登机、落地接受这个各种出入境的证件的办理等一条龙服务。有客人乘坐过这种包机以后呢，表示说很舒服、很上瘾，甚至有的人萌生了要买私人飞机的念头啊。比如说像环球6000的私人飞机呢，大概市场价格是6000万美元，每年的维护费用呢是300万美元左右。所以呢，这些包机公司平时主要的业务呢，就是帮助这些私人飞机的主人呢管理他们的私人飞机。这个不错啊，有钱可以试试。2020年是个注定不平凡的一年，尤其是进入了下半年以后啊，美国为了转嫁国内日益严重的疫情产生的危机，确保川普当选下一任总统，一而再再而三对中国甩锅，污名化啊。一方面呢，对中国采取所谓前所未有的升级行动，那么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另一方面，在南海军演拉了一帮小兄弟，准备在马六甲海峡展开争夺战，希望彻底能够封锁中国的海上运输线。首当其冲的是印度啊，印度在陆地边境上理论上是吃亏了，目前为止看好像是吃亏了。那么印度惦记起马六甲海峡这个水域了。马六甲海峡是在哪里啊？给大家介绍一下马六甲海峡。马六甲海峡是连接太平洋和这个印度洋它们的主要通道之一，也是中国进出口欧洲和非洲货物的交通之路。海峡全长是1080公里，那么西北部最宽是达到370公里，那么东南部最窄是2.8公里。作为沟通这个两洋和3洲的海上通道，马六甲海峡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谁控制了马六甲海峡，谁就控制了东亚。马六甲海峡占了世界上这个海上贸易的1/4，世界1/4的运油船呢经过马六甲海峡，那么这个数量呢是经过苏黎世运河的3倍，巴拿马运河的6倍到5倍。中国呢是马六甲海峡的第1大的使用国，每天经过海峡的船只中呢，60%来往的是中国的船，那么中国进口的石油量80%和进出口物资的50%都是要通过马六甲海峡。而中国远洋航线呢，马六甲海峡都是必经之处，而中国石油大部分需要进口。5月份最高纪录是1134万桶每天，到了6月份呢，这个数据刷新到了1193万桶每天。所以如果印度采取了军事行动干扰马六甲海峡的正常货运，那么国际航运的价格将会大幅的上涨，可能导致油价的上升。马六甲海峡呢，也一直被日本呢，它视为海上的生命线。那么日本的石油进口呢，更是依赖这一个海峡。马六甲海峡对于日本的战略意义呢，也是非常重要。所以印度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通过各种方式呢，旁敲侧击，极力渲染印度呢可以封锁马六甲海峡这一威胁。印度封锁马六甲海峡，那么的确呢是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他现在邀请了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和参加今年的这个马拉巴尔海上联合军演。中国呢，以前是从来没有把印度当过对手啊。马六甲海峡的封锁与否呢，决定权不在印度呢，实际上是在美国。美国仍然是主导者。他通过联合演习的方式呢，在印度洋保持了军事存在，在中南半岛的另一侧拉起了一条全新的岛链。
而整个印太战略的核心就是马六甲海峡。那么中国一旦有什么动作，美国的航母就开到第一岛链，把南海拿捏得死死的。所以啊，即使印度现在叫嚣是可以封锁，那么中国会认为它是虚张声势。但是中国本来要考虑啊，如果没有马六甲海峡那一天，假设真有那么一天，马六甲海峡真的被封锁了，那么中国只能够坐以待毙了吗？中国就束手无策了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马六甲海峡现在变成了变相的在印度和美国手里。以华人的构成来看啊，我们知道休斯敦领事馆啊，这个领事拒绝关门，很多的警察和这记者跑去看。休斯敦呢，人口总数比不上洛杉矶和纽约，那么人口大概只有8万人，但是大陆移民呢比例最高，据说大陆移民呢占了华人移民总数的60%以上，对于大陆政权的友好程度呢高于任何一个城市，所以每逢中国大陆的国庆、重要的阅兵庆典等等政治大事呢，休斯敦华人都是积极参与的。这片土地呢本身就有着天然的群众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乐土。川普上台以后呢，对于中国共产党他开展了这个千人计划呢，他认为是盗取知识产权，展开反击。那么首战就是在休斯敦打响的。那么2018年的9月 ，FBI 和安德森癌症治疗中心联系呢，向校方提供了一个华人教授这个学者的名单，参与所谓的中国政府千人计划、长江奖励计划的有关人员对他们展开调查，从而拉开了行动的序幕。到目前，美国国家这个国立卫生院的 NIH 系统呢，就有140多名学者都被调查了，他们大部分都和中国有关，其中呢有相当数量的学者呢来源于休斯敦地区的院校研究机构，可以说休斯敦地区呢就是中国致力于知识产权获取的重点地区。目前呢，中共的这个外交政策呢，由于战狼外交，所以屡屡挑衅在先，所以而后又缺乏应对，属于应对乏力，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呢而无法善后。那么根据这个美国的国务院解释啊，那么这事情呢是源于美国，他是想派人到中国武汉重建因为疫情而关闭数月的美国驻武汉领事馆，但是中国战狼百般刁难不予放行，最后惹怒了老川普，一怒之下把休斯顿领事馆一锅端。掂量一下啊，那么你这实际上吃亏很大呀，因为现在这个情况啊，不谈情报，不谈间谍这些国家的活动啊，这个我们都理解，各个国家之间都有。但是我们只谈经济利益，有人估算呢，一个休斯敦的领事馆啊，它吸引了依附于10几万的华裔人脉，其中多少个人和公司具有商业价值呢？能够促成多少的商业机会？仅此就可以视为巨大的经济资源。你换算成财富估值就在100到200亿美元，那么就这么活活的被川普给灭了，实在太可惜了啊！那么我们知道很多的众多的这个年轻外交官啊，带着太太孩子到美国来安顿下来了，他本来要做长远打算的，小孩子上学什么的。但是最近的听说呢，好像有官员是不是叛逃了或投诚了或者带资料走了，这些都不清楚，这只是谣传。但是呢，总体原则是大部分的人肯定是还是要以外交官的身份返回中国的。那么今天特别的谈一谈这个止痛药啊。我们以前呢经常说，中国呢是最滥用消炎药的，而美国最滥用止痛药。而中国人呢都爱用这个消炎药呢，大家肯定都知道。那感冒的时候呢，中国人都使这个消炎药。不过你到了美国，你就发现啊，美国的消炎药管理呢，它的管控非常厉害。他们的药店和医院呢，经常是分开的，所以你去药店买药呢，需要拿着医院的处方，让医院给你开消炎药呢，非常非常的困难。不过呢，如果你不出意外的话，大概率呢，你会给你来个布洛芬。美国人呢热爱布洛芬，头疼了来布洛芬，那么感冒了来个布洛芬，甚至失恋心痛了也来个布洛芬。这可没有瞎说啊，因为美国有严肃的研究认为啊，布洛芬可以缓解失恋带来的痛苦。最奇怪的是啊，美国的电视上竟然有大量的止痛药的广告。那么药厂经常会宣传自己的这个止痛药是多么的牛逼啊，多么的这个药到病除，而且没有副作用。那么腰疼、腿疼、脖子疼，美国专门还有这个痛症中心嘛，就是为了给你缓解疼痛。那么从小，如果你浸淫在这种广告中呢，每个人都觉得这个止痛药是多么的正常，而且没有公害。那么作为
美国人个人的感触啊，那么美国人对于止痛药的态度和中国人对中医的态度差不多。大部分人呢觉得那玩意儿是没有副作用，能吃点就吃点，总不会错。而且众所周知啊，那么美国的这个医疗非常的这个一言难尽啊。那按理说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医疗水平，那么另一方面呢，美国的医疗系统呢应该是全世界最坑爹的。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下啊，你网上看一下很多的这个例子啊，看看美国人的日常吐槽啊，什么去医院挂了个号，做了简单检查，开了几片布洛芬，收到了$1800的账单，什么做了个核酸检测，收到了$3000的账单。什么去给孩子做了个小手术，直接来了个$45万的账单，还谈不上还不上钱，这个房子也被收走了。那么还有大量的段子，比如说大家晕倒前最后一句话就叫做别叫救护车，或者是晕过去之后呢，听见别人在给他叫护车，然后直接就吓醒了等等。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说的一件事啊，是美国啊和整个美洲大陆一样，属于富人天堂。如果你有钱，你在那边会过得非常的舒服。你要是没钱，其实在全世界在哪儿都差不多。相对比较均衡的是欧洲，不过欧洲呢比美国排外的多，而且欧洲呢这几年形势也不大乐观，尤其是英国、法国，他们自己失业呢都一大堆，所以呢没有精力去管你啊。医疗巨贵，那再加上美国人对自己的这个免疫系统呢又比较有信心，所以呢得了病或者是有什么不爽，优先就是来点止痛药。那么这就形成了美国的特色的止痛药的崇拜。那么全世界啊，每个国家它都有自己独特的奇葩文化。那么止痛药呢，就是美国人的那一份。而美国人说的众多止痛药里啊，就有今天要聊的芬太尼。那么芬太尼是个什么东西呢？芬太尼啊，理论上啊是一种叫做阿片药物。这个阿片药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所谓的阿片药物啊，其实呢就是鸦片。它是从这个罂粟中提取出来的东西啊，最早提取出来的是吗啡。那么这玩意儿很早就被医生发现可以镇痛，同时呢还可以引发欢乐。不过呢效果一般，还成瘾，所以很多人得了癌症后呢需要更强力的镇痛剂。这时候呢吗啡就显得非常的力不从心了。所以这个背景下，那么德国的拜耳公司就是那个做那个蟑螂药的公司啊，他们发现在吗啡基础上做一些改良，那么使新产品呢比吗啡更容易进入大脑，吸收性更好，药效更强。这种明星款的新产品就是大家熟知的海洛因。海洛因呢比较厉害，镇痛的效果呢是吗啡的4到8倍。那么用了以后呢不感觉疲劳，那么精神百倍。那拜耳公司呢觉得这个产品呢非常给力，所以就给它起名叫做英雄，德语呢叫做 Heroin， 叫做英雄进入。随着在德国的这军队里呢，它是被大规模的使用的，而且呢是为了解决海洛因和吗啡的成瘾性问题呢，那德国的科学家再接再厉，把毒品中的这个科技树往上点，终于研发出了美沙酮。这玩意儿比吗啡什么的副作用要小得多，甚至呢戒毒所经常用这个玩意儿来帮助毒瘾者来戒毒。所以这些从鸦片基础上的各种提纯转换做出来的一系列产品，共同组成了阿片药的家族。芬太尼呢和这个所谓的家里的其他成员一样，最早呢也是来解决吗啡镇痛效果不足，但是成瘾性太强的问题。那么在1960年的时候啊，强生公司这当然强生公司人都说是治脚气的那个达克宁和这婴儿用品的公司啊，他们呢是就是杨森公司科学家，他们接过了德国人的接力棒，对另外一种的这个阿片药物呢一顿研究，大幅度解决了药物快速进入大脑的问题。到此为止，那么阿片药物取得了革命性的突破，因为以往产品呢一般都比这个吗啡提高了几倍，效果就不错了，而最新款的这个芬太尼呢，在吗啡基础上呢整整提升了100倍。那么这玩意儿呢，它其实呢也是有这个明显的副作用的，那么劲差大，而且呢进入人体以后呢会激活人体，产生大量的快乐物质，效果呢就跟吸毒差不多。而且呢它有抑制呼吸的毛病，那么摄入多了呢太欢乐喘不过气，人在高兴的时候呢就会憋气，那么笑1分钟呢会喘2分钟，所以0.02克就能要了人的命。尽管呢芬太尼呢它已经是非常变态了，但不过呢还有一种比它还厉害的东西，也就是这个最重要的叫做卡芬太尼，这个效果比那个芬太尼呢还厉害10倍，专门是用来给大型动物当镇定剂的，比如说大象什么的，如果正常人服用呢几乎立刻就挂了。
这就是以上谈的这个芬太尼、卡芬太尼的这个整个历史的系列啊。今天呢，我看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那么后续呢，在明天呢继续谈。那么希望呢，有兴趣的这个网友和观众呢，点赞、转发，欢迎订阅，我们明天见。